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用核武器威胁中国，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怎样才能消亡？中国对七国集团在南海等问题上针对中国的公报表示强烈不满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七国集团的做法没有任何国际信誉，他坚持操纵与中国有关的问题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补充说，七国集团吹嘘要走向一个和平、稳定和繁荣的世界，但实际上，这个集团阻碍了世界和平，破坏了地区稳定，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。首先，请注意，七国集团认为自己是世界霸主，但却绝对没有维护国际事务的合法性，只是一个富国俱乐部而已。但他们现在却试图向全世界发号施令。中国和俄罗斯、伊朗等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，以及一些西方和南方国家，正在抵制这种单极世界秩序。这一次七国集团会议由日本主办，并非巧合。1945年，美国曾用原子弹轰炸广岛，几天后，日本被迫宣布正式投降。继其希望通过日本这个邻国发声，来加强对中国的恐吓。日本在近80年前被美国摧毁，未来美日及七国集团也可以摧毁中国和俄罗斯。美国最近向日本承诺，如果日本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采取坚定的反华亲西方立场，那么美国将奖励日本，给其核保护，并将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和核潜艇。美日两国的核战争分工是，美国负责提供核武器和核打击，日本负责核战争保障。日本有多疯狂，以及呼吁北约在日本开设代表处，足见日本还试图依靠北约来对抗中国的野心有多大。北约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最致命的战争机器，随心所欲地将触角伸向全球，所有这些都是由美国操纵的。以前主要由欧洲做打手，现在想把日本扩展为新打手了。北约成立后东征西战，将钱花在战争和杀戮上，现在已经事实上参与乌克兰战争。北约现在也在日本下相同的棋，他正试图威胁中国。日本主办这次七国集团活动，应该是一个信号，表明自己狐假虎威，公开威胁中国。为什么美国希望通过日本牵制中国？因为美国以及北约已经在世界各地因战争和冲突而超负荷运转，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承受另一场冲突，即台湾问题。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至少已经能与西方平起平坐，再加上俄罗斯、美国及北约无力应对，因此美国及北约需要日本和韩国，还有澳大利亚、菲律宾乃至印度。这就是莫迪也被邀请出席G7峰会的出发点。今天的世界，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至少有7场活跃的战争：俄乌战争、叙利亚内战、刚果内战、也门内战、阿以冲突、缅甸内战、库尔德冲突。深入看一下，是不是基本都是由美国、北约战争机器发起的？中国想要和平，而美日及西方却依靠战争和冲突为生。未来的世界就是和平与战争的博弈。为了和平，战争往往会成为被迫的形式和手段。今天的日本，军国主义野心正在快速复活，以美盟战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。既然日本开始构建美日核战略，那么让日本再次失败的手段也只有第2次核打击了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